禀大人，羊吃了盆里的食物，片刻便满地打滚，很快就死了。春家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民女去了赵老七家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。他家屋檐下有空掉的蜂巢，角落还有砍过的花草。民女问了花农，那地方曾经是一片金花，而金花、鱼汤和米饭3种东西相克，混在一起便是剧毒。赵婉若，你可有什么想说的？说什么？不过是赵老七家曾有金花，说不定是方娘子暗中观察，看到赵老七家的金花，才想到下毒的呢。既然没有切实的证据，就不要再拖延时间了。你与人为善，更是温良贤妻，但赵老七不仅虐待你，还欺辱你的爹娘，我们都很同情你。方娘子何其无辜，她一个女子，一人辛苦赚钱，一肩扛起临水楼所有伙计都要靠她才能过上好日子。赵老七是对你不好，那方娘子又做了什么？你让她白白送死，替你顶罪，那你和赵老七有什么区别啊？大人，民妇认罪，确实是赵老七想要陷害临水楼的方娘子在先，也确实是民妇借以金花之毒，毒杀亲夫。大人，苦主被春荼蘼诱打，民妇受审的这几日，才过上了人过的日子。民妇知足了，与其惶惶不可终日，还要连累他人，不如认了。你既已认罪，本官可以直接宣判，但凡事有始有终，你必须要告诉本官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。民妇身上没有一块好肉，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我本想把她告上公堂，可赵老七一向跋扈，竟没有宋氏愿意接我的案子。他得知我四处活动，就更变本加厉，不仅打骂我，他还给我下了迷药，让我去伺候他那些狐朋狗友。起初我不得已便认命了，不把自己当人看，就只是个顺手的物件。他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那日他跟我说，忽然想到了讹诈临水楼的方法。你一会儿千万别忘了，只要我一倒地，你马上作为苦主陪我告上公堂，否则以方娘子的城府深沉，定是不会上当。我趁他不注意，就往米饭里加了金花。索性做吧，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我爹娘好心救了他的命，怎料他动辄打骂，还不给我们饭吃。我爹和他起了争执，他一把把我爹推到地上，头撞到石阶上，鲜血直流。从那天起，他老人家便一病不起，就这么没了。我娘又气又恨，偏为了我不敢吭声，生生怄死了自己。我的亲娘舅被他叫人砍掉了一只手，至今有冤无处诉。没有宋师姐我的案子，张县令出名的糊涂，衙门我告诉无门。大人，我认罪。
来人，快拦住他！先带他去医治吧。是。暂且退堂。是。袁大人，赵婉若虽有冤屈，但这绝不是他杀人的理由。大人，你要为他求情吗？民女觉得本案还有疑点。有何疑点？金花在本镇十分常见，但民女在本镇长大，却从未听闻这金花还可制毒。所以你的疑点是，赵婉若如果早就知道此种不易被察觉的方法，那她早就会动手了。大人明鉴，所以民女觉得赵婉若身后一定另有他人。这个人你有什么想法？他们应该很快就来了。韩大人到！我把人给带来了，我来的还是时候吧。韩大人，你带来的这位女子是？我一早派人盯着赵老七家，这女子鬼鬼祟祟的想要逃走，本都尉就将她扣下带过来了。余下的，且听春荼蘼如何问吧。大人，临水楼一案，首犯就是张五娘。你信口雌黄，有何证据？赵婉若都招了，你还想抵赖？哎，又是诈呢。赵婉若这个窝囊废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活该赵老七不把他当人看，活该他父母被他拖累死。这么说话？肃静！孙家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各位大人，张五娘无端陷害我爹的案子审结之后，转天就离开了汴州。当然是有人出了熟童，给她安置了去处。那人为自保，便不肯露面，所以他只得一人外出。不巧就遇到了赵老七。赵老七本就是个混账东西，想劫持你，对你图谋不轨。你自然不像赵婉若那样，要保全自己，手段多的是。不仅保全了自己，还勾结了赵老七。知道他对方娘子有意，你就想蓄意报复你怀恨已久的方娘子。你既无方娘子的容貌，又无赵婉若的温顺，赵老七定然不会像咬着他们那样咬着你不放。任由你想的毒计发个横财，他当然乐意了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方娘子仗着自己的容貌，到处勾三搭四，让所有的男人都对她心存希望，围着她转，活该赵老七轻薄了她。可惜呀，为什么毒死的不是她？我是给赵老七出了主意，怎么？说话违律吗？你不知悔改，利用赵婉若行的是一石二鸟计，又陷害了方娘子，又毒死了赵老七。你以为你不动手，大人就奈何不了你吗？你又是如何得知？可有证据？没有，民女只是知道这二人住在赵老七家，其他的都是自己推出来的。谁知这毒妇自己就认了。张五娘，不许大闹公堂！张五娘明明有机会离开，却还是选择留下。我觉得，不如问问副队长。把富贵给我带上来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！哎，你说的这个人就是他呀？对，这汴州军营是该好好理一理了。副队长，请问，你与张五娘是什么关系？对此案又是否知情？堂下富贵，你可有什么话要说？韩大人，是属下失德，请韩大人责罚。副队长只拜韩大人，不拜袁大人，意思是与张五娘有染，却与此案无关。是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张五娘罪证确凿，按律当斩。张五娘，你可知我为何要彻查此案？
因为你之前陷害了我爹。儿女之于父母是这样，父母之于儿女，只怕会加个更字。若是我有什么事儿，我爹定会豁出性命救我。那你对你的孩子呢？赵老七是该死，但任谁都好，也不能做罔顾律法之事。这就是律法存在的意义。你是此案首犯，按律当斩。虽说你可产子1个月后行刑，但你为女孩儿打算过吗？那个男人，他靠得住吗？你若肯告诉我本案前因后果，我便答应给你的孩子找个好人家，至少让他平安长大。且你有自首情节，罪罚可减一等，由斩刑变为绞刑，保留全尸，且行刑之时也不用上刑场，没有群众围观，好歹给孩子留点颜面吧。此话当真？公堂之上无虚言，这堂上堂下诸位都见证着呢。你想想，就这么个男人，真的值得吗？他利用你对付我爹，等你没有了利用价值就把你赶走，你还想着为他生儿育女呢？副队长好算计啊，只可惜你若当初好好待他，他也不会被赵老七劫走，也不至于被我们发现了。血口喷人，对，他这是血口喷人。大人，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都是这个奸夫，都是这个奸夫一个人做的。大人，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大人，大人明察明察呀！大人，莫要咆哮公堂。大人，民妇诬陷春大山，确实是受富贵指使。民妇一步走错，步步走错，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。民妇愿意坦诚一切，只求大人大发慈悲，救救民妇的孩子。奸夫，奸夫，奸夫！我杀了你！把他给我压下去！别在这丢我程首府的脸！我杀了你！大人，张五娘怀有身孕，还请大人赐座。准。富贵妒忌春大山才能，怕自己对政的职务不保。他还妒忌春大山和方娘子的关系密切，所以牺牲我的名节，诬陷春大山。你说这个位置，我要是守不住啊，以后你和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五娘，不如你帮帮我。我便答应了他，可我后来才发现，他惦记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。又染指甲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金花鱼汤跟米饭混在一起，那是有剧毒的。一个整日下厨房的人，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干嘛？看看人家方娘子，干干净净的，多好。这所有的一切，全都因方娘子而起。若不是富贵对她心心念念的，我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我唯有借机把她诬陷入狱，这样才能断了富贵的念想，专心对我、对我们的孩子好。所以我就哄骗赵老七，去讹诈临水楼。赵婉若也是受民妇指使，所有的罪过都由民妇承担。大人，民妇自知罪孽深重，罪不可恕，只求堂上各位大人能让民妇顺利生下孩子，赐我好死。无论何种理由，害人性命，按律当诛。来啊，带范妇赵婉若、芳菲上堂。本官现在宣判。大人且慢。你又有何事啊？
在您独居前，我想为二位凶手张五娘和赵婉若一辩。范父二人都已认罪，又有何辩？律法中可有规定，不能这么做吗？倒是没有。既然合律，你有什么便说吧。张五娘虽犯下命案，但她当堂自首，还揭露了幕后主使，按律当减等，改斩为绞。且她献计谋杀赵老七，属于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，算得上半胁迫，所以可酌情处置。之前有类似的情况，被改判了流放3000里。赵婉若谋杀亲夫，依律当绞，但她此举是为了爹娘报仇。在我朝律法中有规定，将谋反、谋叛、谋大逆、恶逆、不道、不睦、不孝、不义、大不敬、内乱这10恶视为万恶之首。赵老七虽死，但他的罪行不能不算，杀涉10恶者，应当减等处置。所以，赵婉若的罪行也应当减3等，甚至4等。请问二位大人的想法？确实有这些规定，而且刑罚之对应，分毫无错。好，本官现在宣判，范父张五娘受他人指使，诬陷春大山在先，造诣杀害赵老七在后，前罪已罚，后罪按律当诛，但因自供其罪，减1等为绞，又因其受胁迫在先，再减1等，判流放3000里，无大赦，不得反。范夫赵婉若受他人挑拨谋杀亲夫赵老七，但因赵老七为祸乡里，杀之情有可恕，特改判3年徒刑。范父方飞罪名纯属子虚乌有，当堂释放，但因其管理酒楼造奸不利，被他人利用，罚其为受累的食客支付汤药及养病的银钱。以上判罚，若有不服，可于10日内起居。退堂。方娘子，快请起。荼蘼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大恩大德，请恕我们一拜。二位快请起。春小姐，哎，春小姐，春荼蘼，春荼蘼。